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戴。那么今天呢，要向大家介绍的玩具呢，就是来自我们勇者 X カイザー里面的三段変形Dino Geist。那么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包装啊，整个红色打底还是比较好看的，我觉得，加上这种蓝色的火焰，真的很有 Geist 的幽灵这种感觉啊。三段变形，它是有3种变形形态，第一个恐竜モード恐龙形态 Jet Key Mode。这个喷射机形态和 Robot Mode 人形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这开窗啊，还是蛮好看的。当然我这个塑料是有点发黄了，这边写着 Dino Geist 龙鬼，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龙鬼这个翻译啊。勇者 X カイザー宇宙海賊ガイスターのボス誕生，这边非常帅气的例会啊。然后侧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哇，这个非常有90年代这种广告的感觉啊，后面是搭了一个场景，然后前面是这个玩具的实拍图，然后3段变形 Dino Geist， 这个就是 Geista 的这个队徽啊，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些玩法的介绍，他说他两只手都可以搭载他的这个武器，剑是可以装在他的背上，然后脚上是有2门炮可以竖起来，然后后面是非常大的实拍图，哇，真的是蛮帅的。然后另一边就是跟前面一样是3段变形的演示。下面，上面，好的，那我们看完包装，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表现如何。这边贴个包，这盒子是偏软这种材质啊，比较薄的这种纸质感，还是比较崭新的一个状态的。里面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然后这个2把武器是被我裁下来了，对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本体，然后这边是盾牌，这个板件呢，这个板件已经是变形了。然后里面的话就有我们的一些贴纸、说明书和这种调查问卷。简单看一下这个纸制品，首先的话就是一张贴纸，然后说明书，然后这边有张调查问卷啊，可以寄到这个地方，塔卡拉本社的地址，还有一张玩具宣传纸，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是这个样子。因为龙鬼登场已经是中期左右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有宣传这个巨龙凯撒和这个帝王 X カイザー的图了。这些后面会给大家做介绍。然后这边是有些衍生品的玩法，カイザーソード和这个カイザーブレス。好了，那么惯例展示一下玩具所有配件。首先的话就是本体，然后它配件的话是有这把盾牌，还有背上的2把刀。如果要买这款商品的话，就最好不要买到缺件的了。特别是它这个盾牌啊，这个盾牌是它这个变形机构的一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到玩具本体。这款玩具是由我们国风高石老师设计的，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机关玩具的影子，会让大家觉得这款玩具是有点像这个3变狂龙的，但并不是啊。这款玩具除了有一部分变形是有些像之外，整款玩具还是个全新的模具啊。好，调整一下这个摄像机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。然后360度旋转一下，可以看到整体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的玩具啊，人形的身材非常的匀称，哇，真的是蛮帅气的。然后来看到一些这个细节的表现，头部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头部一个大牛角，电镀牛角，然后是一个面罩脸，红色的眼镜，非常大2块电镀胸甲，还有一块灰色的，这个是变形成恐龙形态的龙头，然后手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下半身，哇，这种装甲堆砌的感觉还是蛮帅气的。看到可动表现，它头部因为变形需要，它是有360度旋转的。手臂、齿轮关节真的非常的清脆啊，玩起来手感特别的好。然后是没有大臂的平转，它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曲肘，但是差不多只有45度左右。下半身，前踢是没有问题的，前踢是差不多60度左右，然后这个膝盖的弯曲啊，可以到大于90度，还是蛮不错的。后踢差不多也是有这个60度，这边是一节一节的齿轮位点。好的，看到一些配件的部分，首先就是刚刚取下来的2把武士刀，那我这把散货的版本的话，这个武士刀的电镀已经脱落了，它本来是非常闪亮的电镀件，是可以装配在他的手上的。好，我们龙鬼的
非常标志性的武器啊 ，TV 里也是经常用。这就是双持的样式。那除了双刀之外呢，两把剑是可以组合成这种双刃剑的模式的。这边是有一个这种方形的卡榫，可以把它卡在另一把刀上。说实话，其实并不是很好卡。OK， 可以变成这个超弹动的模式啊。哎呀，但是比较松弛啊，一般就不推荐大家合体了。然后另一个配件的话，就是他手里这把盾牌。这把盾牌上面是贴了一张这个盖斯塔的标志的，然后背面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上面是有2个轮子的，你可以把它插在手上，形成这个持盾的造型，或者说你嫌麻烦的话，可以搭载在这个小臂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搭载你的双刃。那么除了武士刀和盾牌的玩法之外呢，摁动腿部两边的按键，就可以伸出2门炮进行攻击了。那么看到大小对比，我们惯例拿出毁灭柱来进行大小的测量，可以看到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的吧。差不多呢，人形就介绍到这边。チジ大脳ガイスト。好的，我们的 Dino Geist 恐龙形态也是变形完成。好，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可爱的一只恐龙的造型啊，比起 TV 那种非常雄壮的造型来说，肯定还是出入不小了。先看整体的造型吧，360度旋转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重装甲的一只恐龙啊。可以看到它整体的造型其实是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这个钢索的。我们就拿只86钢索来看一下，特别是这个脑袋，你真的完全就是钢索啊，是吧？甚至我感觉是要比86钢索还要更加动画一些。哎，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微妙的，毕竟 Geista 的这个4个小弟啊，都是拿机器恐龙来改的嘛，所以说老大新做个模具摸一下钢索，肯定还是情有可原的。好了，那么来看一下这个细节的表现。头部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哇，真的是非常可爱啊！这2个小脚有点像这个兔耳朵一样，然后后面是竖起2个这个大炮，这个联动的这种弹簧关节还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就是个小短手，然后可动的话也就是这么一些可动，还是蛮可爱的。然后这个嘴巴也是可以张开来，然后是有一些微微的这种可动幅度的，因为是变形结构的需要啊，都是齿轮关节啊，玩起来蛮舒服的。然后肚子上是一个大盾牌，哎，看起来还是挺大微带的。下半身的话就是人形的手臂，然后可动的话就是跟这个人形是一模一样的，啊，可以做一些这个跑步的动作，蛮可爱的。好，然后尾巴的话是这个鸡头，翻折一下就变成我们这个尾巴了。然后简单的做一个调整就可以让它很平稳的这样站在地上。哇，整体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恐龙类型的玩具啊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恐龙形态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可以把它变形成喷射机形态。
好了，我们 Dino Geist 喷气机形态也是变形完成，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确实是比较像这个狂龙的那架飞机啊。好了，那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表现，先这个旋转一下，可以看到整体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玩具啊，而且个头也不小，哇，真是超赞。然后非常遗憾的就是，如果我在变形成人形之外的2种形态的话，它的这把佩刀是无法进行收纳的，所以说放到一边去了。可以看到刚刚是下面有个起落架，和以往的这个飞机不一样啊，以往的飞机可能起落架在这个地方，但是它的起落架是坐在这个后面，前面2个小起落架，后面1个起落架，还是比较独特的这个着陆方式吧。那么晚点的话几乎是没有晚点了，只有一个单纯的飞机造型。哇，这样飞机呼呼感觉还是蛮不错的。整体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是非常好玩的一只3变玩具吧。好了，那么这期就是一个简单的玩具分享。总体来说，还是一个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只玩具啊，就以至于会收一个散货、一个盒装的版本去进行一个收藏。那么也是会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机会，还是能去尝试着把玩一下这款玩具的。那么还是比较推荐大家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看到这只玩具一定要好好去把玩它一下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。整体的用料非常扎实，然后整体的手感也是一绝啊，真的是太推荐了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